1月呢刚结束的 CES， 大家等待已久的50系修补显卡并没有出现，甚至呢 NV 都直接提前发布了推特，告诉你没有新显卡发布。这也是5年以来NV 第一次没有在 CES 上去发布显卡基本上全是和 AI 相关的内容。那和游戏玩家相关的主要是新的 DLSS 4.5， 那提升是在2个方面，一个是更好的超分辨率，那就是 AI 算出来的画质要更好一些；2的话就更好的帧生成，那从4倍升级到了6倍的帧生成这个具体我们后面再说。CES 上呢，国外的硬件媒体他们他询问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现在游戏显卡的价格越来越高了，那是否会重启一些老显卡的生产？老黄回答可能会重启旧的 GPU 的产线模棱两可，不否认也不承认。但是根据国内行业媒体博板堂的这个报道包括我也是专门咨询一些厂家朋友，是基本敲定了3060-8G 计划是在26年的1季度推出，货也不多。那同时呢，这次 NV 就没有把 GPU 的芯片和显存绑定，需要显卡厂家自己去采购显存。同时呢，他们3月还采访了 AMD 的 Ryzen 负责人 David 麦克菲也暗示就是 AMD 可能会重新推出老款的 AM4 的中美芯片，可能是50系的 Ryzen 处理器和基于 Zen 3架构的 APU。好家伙，2026年你问人家入门级配置该怎么配AM4 加上3060-8G 显卡，这还是8G， 不是最早的3060 12G。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年是2022年。当然 AMD 呢还是有新品发布的，就是 9850X3D 的推出，大概率可以理解为提高频率的 9800X3D。那以后总算不用去买 9950X3D 再去关一个核心了避免双 CCD 调度，那游戏性能还倒退了。那电脑硬件8个大件CPU、内存、硬盘、显卡有4个都在涨，主板和机箱、电源、散热器暂时没啥波动。但是这不随着铜价一路走高从11月的8万多，现在已经涨到10万多了问就是 AI、新能源和机身领域都需要一些有色金属，都得涨一涨。好家伙，那机箱用不到啥有色金属，电源和散热器又可以涨一波了。外媒 Videocast 呢现在还报道了广州的一家企业对于电源散热器的预估涨价通知。行，2026年新产品基本没有，主流配置 AM4 加3060-8G可能还比4年前要更贵。除了主板和机箱不涨价，别的统统涨价。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那个。Hello， 好，欢迎来到每周一的建哥说。我也不是说去渲染焦虑，那2026年注定是对 DIY 市场非常不友好的一年，什么都涨。那新的 GTA 6游戏就算是按时发布，也是先给主机独占。那这2026年，难道我们频道就只能去做一些捡二手配件的内容啦？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最近海运也更新了入门级的 BC 系列铜牌电源，全系5年质保。除之前的电源狗玩偶外，还有披风、眼罩、有趣周边产品。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靠 GC650 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终端靠 GX60750 ATX 3.0 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 钛；高端 Focus 850-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1200、TX1600、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27M2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 QD OLED 面板，入门级 OLED 显示器的绝佳选择。店铺除了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力、瓦尔基里、雅骏、泰坦、追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客户自提更加优惠哦。我们先来看一下 NV 在 CES 上的新闻就是该了解的大厂动态还是得去了解一下。就整个发布会呢，基本是和 AI 相关的。那毕竟现在 NV 的营收大同就是相关的业务，游戏卡业务连10%都不到了。
里面还有相当多是拿5090这种游戏卡去跑 AI 的。那和游戏玩家相关的，那主要就是一个新的 DLSS 4.5，那使用了第2代的 Transformer 模型，这是20到50系所有的 RTX 显卡。目前推出的是测试版的更新，那完整版呢会在1月13日，也就是明天的英伟达 APP 里面去发布。大家看完视频都可以去试一试。提升是在2个方面，就是一就是更好的超分辨率，那就是 AI 算出来的这个画质要更好一些，但是主要是针对于4050系的显卡，它们是有 IP8 加速的，而2030系的老显卡就会性能损失就会比较明显了。那根据外媒 Computerbase 的测试呢，那确实 DLSS 4.5那改进了 DLSS 4的一些瑕疵比如说噪点较多的阴影水体渲染以及植被闪烁等问题。其结果是这个画面确实是更加清晰了，时间的稳定性也更好了，但是这个速度略有下降。4K 分辨率下呢，4050系的显卡大概会降低5%的帧数，而2030系会降低12%左右的帧数。而 Hardware Unbox 的测试是在2K 分辨率中的，那4050系就降低了10%的帧数，而2030系降低了20%。2呢就是一个更好的帧生成，那从4倍升级到了6倍的帧生成。周六直播的时候呢，就有观众朋友问我，就如何评价英伟达的 DLSS 4.5？我说那你还能怎么评价？显卡市场就 NV 已经是完全的一家独大了。为什么50系的修火它又推迟发布了？那其实除了显存这个成本的增加呢，AMD 那边也没有什么说26年会出什么新品，那 NV 自然就懒得去发新品了。NV 现在的大头它全是 AI 那块，就是没把你游戏卡业务全砍了，我觉得都算不错了。一张5090才卖你2万多，那现在涨到3万块钱，那这个钱 NV 对吧？它的涨价也没赚到。但是96G 的 RTX Pro 6000，那可是能卖到7、8万的价格啊！哎，你多卖一张5090，NV 就要少赚多少钱呀？而 NV 还给你们这些用着5060的用户，甚至3060、2060的用户，给你搞了个 DLSS 4.5，你除了用，你还能说什么呢？你指望那些国产的 GPU 吗？算了吧。那能不能搞成还另说，人家就算搞，也是服务于行业客户的。你这些钱少币值多的游戏用户人家才懒得理你呢另外呢 ，NV 就是有一个新的 G-Sync POSA 的显示器支持，用于去增强这个动态清晰度，减少拖影的说是能400赫兹等效差不多1000赫兹的效果，有4款显示器目前支持。不过这个都是用在高端的 LCD 显示器上的。OLED 它本身就没有背光，而且说实话基本也没有什么拖影，所以就用不上这个技术，也不知道如何评价了。说实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 OLED 显示器的，我就是觉得 OLED 的整体观感比 LCD 好。那今年上游的平厂 OLED 屏幕会出不少超高刷新率的产品，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扔掉你的 TN 屏幕去换 OLED 了。OLED 的烧屏问题是真的完全不用担心的，那防烧屏的这个机制已经非常成熟了。唯一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文字采样问题。就是你经常看文字的话，那确实看着还是有些别扭。那你再说说3060 8G 复产的事情吧，太抽象了，我真的是太抽象了。显卡去年25年的价格是一路走低的，618完了，其实还是在一路跌。那10月的时候，因为这个内存和硬盘的大涨价，这个装机的需求骤减。甚至说有一些传闻说就是 NV 在有意去降低5060 Ti 8G 的出货，就防止这个显卡市场供过于求，导致这个价格继续跌。所以那个时候50系修过的显卡就没有推出了据说是要放到26年的 CES 上再去发布。但是随着这个内存的价格涨价，带动了这个显存的价格也是一路上涨，就显卡价格也跟着就一路涨了。当然，我们上周一剑哥说也说了，其实涨得最猛的是5090显卡，一下子给你涨了几千块钱，就完全失控了。国内价格已经3万了，国外价格也涨到了3500到4000美金了。别的显卡就算是涨个100-200块钱，200-300最多了，需求太差了，你也涨不太上去。5060显卡反正一直是在涨价，一次涨个50到100，一点点涨上去。但是说实话，你相比于内存DDR4 16G 从100多块钱涨到500多块钱，2000多的5060显卡给你涨个100-200块钱，这都不叫涨价了。那对于5、6千价格的，那原来能配个60显卡主机的，现在涨价搞得基本上没有办法弄了。
很多人只能转而去选择二手显卡，甚至说是买个二手主机过渡了。3060啊，用的还是比较老的这个三星工艺啊，我估计 NV 那找三星去再下一单啊，生产一些能用好久呢。那之前 NV 的显存都是和 GPU 的核心捆绑销售的，但是3060 8G 的显存啊，那 NV 就不管了。哎，你们 AIC 显卡厂家自己去找吧，反正都是老的 GDDR6 的显存。不过副产的3060 8G 版本啊，其实本身相比于3060 12G 就砍了一刀，性能要大概差个10%左右。那当时就说所谓的3060 8G 唯一的优势就是，哎，它不是矿卡。3060 12G 相比560的性能就差了更不少了。那你现在再配一个新电脑，搞个3060 8G，你真不去收个二手的3060 12G，哎，太抽象了。当然啊 ，CPU 那也够抽象的。AMD 它好歹还发布了这个新的9850x3D，那相比于9800x3D 呢，那频率从 5.2G 提高到了 5.6G。当然还是看最后实际能够到手的价格。那现在的9800X3D 的闪面差不多是3000块钱，那相比于刚发布时候降了差不多1000块钱了。那如果说9850X3D 给你搞一个3999的定价的话，那其实还是不如你去选择980X3D 了。那9950X3D 它由于说有两个不对称的 CCD， 虽然说规格上比980X3D 要强不少，频率跟缓存都要更高更大，但是有一些游戏呢，由于说双 CCD 的调度有问题，可能帧数相比980X3D 还要倒退，所以说你得手动去分配 CCD， 或者说干脆就是直接关掉一个 CCD， 把980X3D 当成超频后的980X3D 去用。那至少980X3D 出来以后呢，你不需要去这样折腾了。不过传说中的更大缓存的9950X3D2还是没有发布。那新品归新品，内存涨太多了大家还是更加愿意去选择便宜的老品。因为现在 DDR5 和 DDR4 的差价差不多是1倍了游戏性能其实却没有太过明显的区别。那 DDR4 16G 乘2 3060差不多是1000多块钱DDR5 16G 乘2 6000基本到2000多块钱了。很多人他就希望就是5000x3D 系列 CPU 能够重返那他们发表在采访 AMD Ryzen 负责人 David McVeigh 的时候也暗示了，就是 AMD 可能会重新推出老款的 AM4 的桌面芯片可能是5000系的锐龙处理器和基于 Zen3 架构的 APU 这个也非常魔幻。那现在50系的锐龙其实5600 5700X 这些还是有在销售的，但是主板什么基本都是一些库存的盖板型号了。那如果说 580X3D 这种 CPU 再次去复产呢，那就简直了是不是 B550 的终端型号也要跟着去复产了？那从 B550 卖到 B850， 那 580X3D 配个5090听好了，都是5核版。22年你买个主机560加3060 12G 用了4年，你准备重新配一台，发现还是只能配到560加3060，显卡还给你变成了8G， 然后价格可能还比当年要贵了。算了，我这个老机子凑合用用吧。那最后就是这个散热器和电源涨价的事情也是 VideoCardZ 报道的广州的一家企业先发了一个东西说要涨价，估计电源涨价6%到10%，散热器涨价8%到10%，提醒代理商要提前订货叫大家不要以为市场不好就影响你的决定，在任何时候呢，市场都是必然存在的，抓住机会是我们制胜的法则我翻了翻，铜的价格确实从11月的8万多一吨涨到了现在10万多一吨，涨价幅度比较大的媒体也在1月份报道了，铜、镍、锡、铝是集体涨价。我询问了一些机电散厂家的朋友他们表明这个确实铜价导致这个生产成本增加比较多，特别是电源它会影响的比较大。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电源散热器就算涨价个10%，那相比于内存硬盘那都不叫涨价了，内存硬盘就价格已经疯掉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价无市，就是你把价格涨上去了，实际购买消费者就很少了，特别是有一些只有个人用户会购买的这些产品，而企业级的产品，行业客户的需求量非常大越买越涨价，越涨价越买个人用户受涨价这个购买的需求影响会波动很大，而行业客户呢，因为需求很大再涨价都得硬着头皮去买。其实你再去看一下源头厂家的操作呢，那现在三星、海力士就非常的强势基本上各大科技企业
那都得求着三星、海力士去给它分点产能。毕竟现在 AI 这么火，那别人搞起来了，你没有搞起来，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你的股价就会受影响。硬件这点钱科技企业就真不在乎了。三星、海力士也学聪明了，今年的需求这么大，但是我就是不增加产能，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呢，居家办公需求多，硬盘啊什么的供不应求。好，那我去增加产能，等到这个产线都建好了，疫情差不多都结束了，没有这么多需求了，又供过于求了，硬盘只能低价大甩卖了。好，忙活半天，钱我都没有赚到。那现在 AI 火热了 ，OpenAI 要搞这个星际之门的计划，那直接干到了三星、海力士26年快一半的产能。那就是这样子，他们还是不增加产能。那我就把消费级的 DDR4、DDR5 这些砍了，去做企业级的 HBM 线存了，因为原料都是那些晶圆，那肯定生产高价的企业级的产品，它的利润更大呀。美光干脆直接把消费级的英伟达品牌都给你停掉了。那26年这些存储的源头企业，它就是在观望，反正今年价格大涨，铁能赚大钱。我只要不增加产线，我就不会增加成本，那我就维持着供不应求的状态，不挺好的吗？万一27年的需求没这么大了，那我们27年就做一个正常生意，26年大赚一波，27年正常赚一波。那万一27年的 AI 需求还是这么旺盛，那我们26年大赚，27年大赚。那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这样做无可厚非，企业最终是看了最终赚了多少钱，而不是我生产了多少货大家呢都对于增产非常的谨慎。对于普通人来说呢，0033打游戏的需求，那确实在企业用户面前微乎其微。大部分购买电脑用户呢，其实也不是一直关注硬件，那市场行情是多少，差不多也就买了，可能慢慢大家就已经接受了。64G 的 DDR5 要4-5千块钱，2T 的固态要2000块钱，加上今年大的这个 GTA 6即使是11月19日它能正常发布不延迟，那也是登陆 PS5 和 Xbox 的主机平台。PC 上呢，今年是彻底没戏了。也许今年对于 DIY PC 来说呢，是比较黑暗的一年大家可能会去更多的选择主机平台，甚至去云平台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2020年这些开年 CES 上的新品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点小铃铛赞，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因为点赞都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购4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2套店铺传国度数码。这期传购节目下见，拜拜。